就是我们不会让它变得孤零零的，然后审美和科技可以很好的融合。OK， 那我可以做这个行业第一个去做审美的人，这样子的一些比较玄学一点的这个东西。下一个新品 I'm fine，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可以 keep on going。OK，Welcome back。接下来是我们的第2期，就上一期我们聊到了关于我们珠宝设计的一些可持续的概念。那么关于这个在可持续的基础上面，我们怎么样去融入一些精神符号？我想你说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整个前面有说到我们的这个美学的跟精神符号相关的部分。对，然后幼用其实的幼字，中文里面的那个幼字其实是保佑的意思。保佑的意思，就是很直接的只给的保佑的意思。然后那我会觉得说，就像是你，就比如说你信佛或信基督教一样，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内心的符号。那所谓的精神符号，就是我看到某一种符号，我会产生一种比较直接的联想，而不是抽象的联想。就像你说我是去做无意识设计的，那你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看到风扇它长这个样子，那它就是一种符号对你而言。对，所以我们希望把一些具备美的意义的，就是它外观必须也得是美的，其次它应该是一种就是能够给我们最核心应该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鼓励的护佑的这样的一些符号。然后比如说我前面有说我看到这个梯形的时候，我会觉得整个人变得很稳定，因为它的结构就很稳定。对，然后它也是利落的，它让我知道我是一个追求一个可能更加简约生活的，包含很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当代人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第1期的这个永恒节，它是虽然正面看上去特别像个四叶草，因为当然四叶草也有一个就幸运 lucky 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背后用的是一个结的造型，就是它是一个4角结。实际上在这个符号它是一个好几千年的符号，在那个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那个就是英国就英格兰，他们是有一种叫卡尔特结，跟这个结很像。然后在藏地有4角平安结，然后包含我们中国结，其实都是这个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永恒结4角平安结，4角这个结它有个特别的含义是，它是一个永远的，就是强调永远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真的永恒的，对吧？但是我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个联想是，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些，就或者自己给自己一些，就是说所谓可持续的一些东西，就还是会跟可持续这3个字相关。那我能不能去做一种让我看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 keep on going， 然后是持续用下去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第1期就选了永恒结这个造型，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也有平安的意思在，它也有可能这种很多祝福的意思在。但它更多的希冀是希望我们内心喜欢的坚守的东西它能够持续下去，比如说一段关系持续下去，然后比如说健康持续下去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寄托。那我们把这样的寄托用到一个这样的小东西上，然后当你每天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 I'm fine，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可以 keep on going。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精神符号的意思。对，然后我们在每一个产品上都有这样的寓意，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宝相花，下一个新品，这个好像和永恒结不太一样。它语言体系其实也比较类似，但是它是在佛语里面它是圆满的意思，完美圆满的意思，它是有一种就是非常强的这种力量感的一个符号。对，然后像我现在戴的这一款，这个是钱币纹嘛，就是这个和这个花是一个系列吗？不是一个系列，它们是2个，因为我们每一个吊坠都是一个语言，但是它的整体的路线的话，在又用的整个逻辑里面，我们有永系列、有安系列、有顺系列、有念系列，可能就是这样顺下去的。对，然后我们会给每一个精神符号一个比较美的外观，包含给一个比较直给的含义，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有清晰的知道这是什么含义的那个东西。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像乐高一样，拿一个
永恒节系列的一个产品，再配上一个我们的这个花的这个系列。其实完全可以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安系列的这个就是梯形跟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造型，它也是可以搭配的。每个系列之间也可以随意组合。对，因为我们会 test 这个里面的组合性，就是我们不会让它变得孤零零的。这个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极度考究的一件事情。蛮好的，要是我喜欢2个系列的话，我可以各选一个，然后做组合。对，就是有点你自己给自己做加持的感觉。对，蛮好的。那接下来除了我们这个系列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就是新的创新点？刚才有说过，我们会在就是这些符号体系继续做下去，然后把我们的这种偏乐高的好玩的这种模块，然后持续概念延续。对，概念会持续延续下去。因为对悠用来说，我们是个新体系，我们是个新品牌，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故事叙事变得更完整一些，给到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更长期的可用下去的这样的视频。但是在这之上，我其实本身我以前一直是个体验设计师。体验设计师，对，做用户体验，做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无人机，然后做 camera， 然后做智能眼镜。那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从yes， 就是它是从一个纯 tech 的领域到一个纯那个美学的领域。但是其实我自己并不想只做纯传统审美的这个部分。我们之所以去进行这个项目的开展，是我认为这两者一定会有一个交集，就是在sometimes 有一天，然后审美和科技可以很好的融合，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审美只有唯一的答案。比如说手机只有苹果是最好的，然后耳机只有谁是最好的，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两者之间一定是要么有一天可能是5比，要么就是6:4比。但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审美在进步，所以我认为那天会来。然后我们就想说，那 OK， 那我可以做这个行业第一个去做审美的人，就是科技领域第一个做审美的人，所以我就创立了悠用。那很简单，因为是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就会开始去尝试把纯传统领域的视频，然后带入部分的科技的概念。科技可以预告一下是哪方面的科技吗？我们在做2个平行项目的推进，但可能有一个比较快的能够见到，就是大家可以买到的，就是我们会在你看到的这个就是精神符号的这个吊坠里，我们就嵌入一些 NFC 芯片。NFC 芯片，对 NFC 芯片，我们会在里面去加一些小互动，就比如说你可以，因为 NFC 是个最稳定的方案嘛，然后你就可以就在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手机碰一碰，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内容的，每一天给到你一些精神安慰的、精神护佑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比较玄学一点的这个东西了。因为我还是一个核心理念，我认为人的精神力量一定是自给的，而不是他给的，就不是外部给的。那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每一天一点点心理暗示，让你自己每一天更加的积极，更加的向上。这个是我希望在这个周期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很确定性的结果。对，所以我们的下一步，我们不会把这个产品做得很复杂，我们会把它里面加一点点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希望也是大家能够看到跟我们会有更多的互动。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玩，这是我自己很期待发生的事情。可以，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个新品的发布。好呀，谢谢。OK。那我们的采访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期待我们的下一位设计师。See you next time.